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今天主要聊聊的是荷兰所得税里面的 Box 3。你知道什么是 Box 3吗？我怎么会知道？荷兰所得税有分3个类别 ，Box 1、2、3，就是3个条目你要去申报缴税。都要缴。看的 Box 1主要是你的一般收入啊，或者是自住房屋的价值啊、贷款这种是在 Box 1。那 Box 2就是你有开公司，或者你持有某间公司很多股份，那个就是在 Box 2。那 Box 3就是你的其他资产，例如说你的储蓄啦，或者你有第2间房子啊，或者你有借款啊，然后或者你有投资股票、基金等等，这个都是 Box 3。那为什么今天先讲 Box 3呢？主要是因为 Box 1大家都要缴，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要缴，所以不用了解太多，你就是要缴。那 Box 3主要原因是因为今年的13% ruling 的规则有改。今年才拿到13% ruling 的人，他一来就要缴 Box 3。我们在去年以前拿到的人，只要缴 Box 1，这5年都只要缴 Box 1。对。然后今年才来的人，才拿到13% ruling 的人 ，Box 2跟3都要申报。是哦。对，这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差别。所以现在会很多人有兴趣了解的是 Box 3是什么，它怎么计算的。对。那但当然13% ruling 2跟3这个还有人在想办法把它凹回来，就是跟我们一样，就是它修改的有点太仓促了，所以这个有人在说可不可以也不要缴等等的。可是今年缴税的季不都已经到了吗？然后今年缴税季缴去年的。对。那 Box 3这个东西的资讯在网上非常的混乱，主要原因是因为2021年的12月24号圣诞夜，他们称为 Christmas ruling 圣诞节裁决。对，就是荷兰的最高法院。他说，这个 当时的 Box 3的规则违反欧洲人权公约，那税务机关呢，他就要开始改嘛，因为最高法院说他不合格，违法，所以税务机关就说好，那我们在2026，现在延到2027我们会有新的 Box 3的规定，会比较趋近比较 OK， 然后现在的这个阶段就是适用一些暂时的规定，他们改了一个暂时的版本。就是从今年开始实施的这个，2022年就开始实施，就是现在在过渡期啊。所以现在就会有3个版本，2021年以前的，跟现在过渡期的，还有未来的。那未来的现在还没有出来，还不确定，所以我们现在会有2个这样子的版本。可是今年不是2024吗？到2023报2023的，这个也是在过渡期啊。对。好，那我现在先讲一下2021年以前的 Box 3它是怎么运作、怎么算的，为什么会判定为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我自己看完也觉得这算法也真的很妙，可是荷兰人之前都是这样讲的。对，那我现在就稍微讲解一下，我会尽量不要带太多数字，就是大家感觉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感觉就好了。对，那今天重点是用白话讲一下 Box 3是怎么算的。所以细节的数字都不会太精确，我会附网址，大家可以去看。对，讲一个概念。2021年以前的 Box 3是这样算的。假设这个是你的总资产，不管是储蓄还是投资还是什么。对，假设你的总资产那么多。他说好，那我们先扣掉一些免税的部分。这边就不管，免税部分大概是3万欧元左右。就是台币快100万吧，这种感觉。那现在有趣的来了，他说你剩下这些资产呢，我们把它切成3个级距。但第3个级距很高了，第3个级距要到100万欧元左右，就是3000万台币等等的。所以那假设我们就切，搞不好其实也还好啊。搞不好也有了。对，那我们好，假设就真的切3个级距，这样3个级距。你这个图画的不标准。这样。没事，没有，不是那级距不是应该越后面越小吗？是这样吗？那不一定啊，有人越后面他钱很多。好。对，就是你的钱落在7万2千以下就是这个级距。然后中间，然后这个是对。那我觉得有趣的点在于，他说最低这个级距呢，我不知道你多少钱在储蓄或者多少钱在投资，不管，我就拿一个荷兰的平均数来说，我就觉得你应该是有67%储蓄，然后33%是投资，然后中间这个级距呢，我觉得你21%是储蓄，79%是投资，然后最高级距呢，你全部都是投资。OK， 它就是分2类，储蓄、投资，储蓄、投资。那开公司嘞？因为这个是Box 3，不管开公司。这边是只管你的储蓄啊、投资啊、资产这些东西。然后你看你申报只有说总额是这样子，但是他帮你决定说你有多少是储蓄，多少是投资。听起来我觉得蛮奇怪的。
它是以中位数、可能荷兰的平均平均数。状况吧。哦，然后它的算法是你这里有67% 是储蓄，它怎么知道存款里面有这样子的分类？对啊，它就是它自己统计出来。但然后储蓄的部分呢，我就算你有0.07%的收益，对，所以这就画一块，这个乘0.07这一块，然后这一块呢，我固定算你有5.28的收益，这一块再乘5.28，然后这一块再乘0.07，79这一块再乘5.28，然后100这一块再乘5.28，好，这一块就是我觉得你赚的钱，对，到这里我都觉得很奇妙，都是他假设出来的。他看你的资产有这样子，他就假设出你有这样的收益。然后呢，如果你没有呢？他不管你有没有，他就是假设你有。然后你就用这些钱、这些金额去乘以30%，就等于你的税。对，我看了我也觉得，好像蛮违反常理的。那就有人抗议啊，就说这不贴近我的真实状况啊。你看我如果全部都是储蓄不就是亏大了？对，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它违反那个欧洲人权公约。但这个叫算什么人权，我不太清楚。对，所以这个是2021年前的状况。对，那就是他的目标就是要把它改成更贴近现实嘛。你不能让那些都只有储蓄的人要缴这么高的税。他就说我就没有投资啊。对。我们现在讲一下过渡期它是怎么算的。好，那过渡期的算法是这样子，因为刚刚他之前被人家说这样子不公平啊什么的，所以他这次你申报的时候，你就要说我有一块这块是我的存款，根据你实际状况，然后可能这块是我的投资，可能我买第二栋房，可能我买股票买基金，他就把它分开了。对。那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是，贷款也可以报。就是说我买第二栋房，我可能它虽然价值30万，可是可能我贷款是20万啊。所以应该要扣掉20万吧。没有，荷兰政府它定了一个很妙，就是它有一个门槛。荷兰政府在贷款这件事有一个门槛，一个人要扣掉3700，我们2个人一起报就是扣掉7400。就是说例如说我有1万块的，实际上有1万块的贷款。他说没有，你那个7400不算，我们当中没有看见，你只有贷款2600。他说那个7400我们当中没有，你就只有贷款2600，这边你只可以扣掉2600回去。对，所以我不知道原因啊，但我觉得有点妙。为什么要设一个门槛？如果把贷款加进来，等一下故事会讲的比较复杂，所以我们现在就假设没有贷款，只有储蓄，然后跟投资这样子，你的资产就是申报这样子。然后呢，他就说，我觉得你的储蓄的年化报酬率1.03%，我觉得你这些钱会生出这些钱来，1.03%的钱出来。然后你的投资，我觉得你会生出6.04%，这样。所以这些是荷兰政府假定你应该明年会多出来的钱。那到这里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并没有贴近，到时候就会有人抗议说，没有啊，我股票都亏钱，你还说我会赚6.04%，对啊，或者是我存银行根本利息就没那么高。对，你没有利息吧？我们的银行好像是没有。所以有些是有的，是不是？可能他存一些其他币别的，可能有。对，好，那到这边大概这样子。然后再来他的算法是说，刚有提到免税额嘛，这边还没有提到，免税额是57000，一个人57000，两个人夫妇一起报就是114000。对，那他的算法是这样子，他是算说这114000呢，在你的资本这些资产里面%多少？例如说我很有钱，那我就是114000只占了我的20%，然后这边是80%。这是啥？就是114000是免税的嘛，所以这一块是不用缴税的，这个80%是要缴税的。对，那他就说那你的收益我也这样分好了，你的收益就是这个20%这边我不跟你收税，80%这里我拿来抽税，所以他就用这里的80%。这个20跟80是你用114，然后再回推出来，这可能大概在你的对资产的多少20这样。对。所以你这里20免税，所以你这里多赚出来的20我也算你免税。所以我就拿你这里80%来算，他就算你36%当做税。对，所以他的算法就是这样子。
那1.03、6.04还有36从哪里来的1.03是荷兰政府直接规定的。他？说你们储蓄大概就是这个报酬率投资人报酬率大概就是6.04所以现在的确有人在抗议说，没有这个还是不贴近真实状况我的投资有可能赔钱你为什么跟我说是6.04？本来就不可能全部人都是这样。对所以其他国家的资本利得税不是这样弄的。是真的去看你当时买多少，然后你现在卖掉股票赚多少钱，就看个人的，对，真的用看那个你赚多少钱去算这个税。台湾是不是也是看个人？台湾几乎没有这条税，很轻，或者说很轻。对，几乎没有。对，台湾政府当然想说，如果真的要这样子算，你实际买入卖出赚多少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困难。因为例如说我今年买，我10年后才卖，那个就很复杂。好，所以 Box 3的算法大概是这样。可是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感觉，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是很有钱的人，那这个免税的 percent 数会越低。假设是1%，然后这也是99%，就是我赚的钱呢，99%都会被拿去扣税。所以从这个规则你可以看出，越有钱的人他课的税会越重。对。好，那现在我就讲一个比较贴近有可能的状况，因为大家会好奇说，我有1万欧元在股市，然后被扣多少的税，这种感觉。好，那就你现在讲的是现在的机制还是什么？对就现在的机制。就2024。对，2024。假设我的资产假设资产刚刚说免税，夫妇2个人是115000，假设这样子占我的总资产的50%好了。然后假设我资产全部都是投资股票，所以这里就是6.04%，这一条的6.04%。因为免税是50%嘛，所以我只有一半会拿去被扣税，所以一半就是3.02%，然后税率是36%，所以就是这样相乘，这样多少？108，118，3.02%乘以36%是多少？118。假设3%乘以118，不是吗？118%，不是118，然后再往前4个零，0.01， 0.0118。所以是1.08%。也就是说假设你的资产全部都是投资，然后对免税是一半是免税的话，你买股票大概就是被扣1.08%。对，大概是这个程度，所以感觉就是我以前都一直以为他扣我6% 的税，我买股票都没有赚6%，他直接扣6%，但其实他是扣大概1% 左右。对，所以好，以上就是现在过渡期的 Box 3的算法。那2026、2027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感觉现在他们还在研拟还在讨论，感觉蛮复杂的。好，以上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就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